欢迎收看第11597期北京不静音。刚才大家看到了啊，现在万物都可以是竹知了。那么还有人呢，把它做成了这种手机的赛博朋克版啊，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天要聊的可能是一场会载入世界企业公关史的奇观啊！华为作为一家年收入接近9000亿元，在全球销售通信设备、手机、云服务、人工智能、智能汽车等等这么一个科技巨头，号称可以突破美国的芯片封锁号称在许多领域遥遥领先。结果2026年夏天他遇到了一个非常难缠的竞争对手，不是苹果不是高通，不是英伟达，也不是美国商务部，什么呢？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竹知了。哎呀，这么一个中国古老的竹制玩具它也叫竹蝉特别传统的一个竹筒一个薄膜再加一个绳子，这么一转，通过这个摩擦跟共振，它就能发出连续的这个哇哇哇哇哇这个声音。那为什么呢？这个梗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因为这个华为有这个产品发布会他们那个余承东，他在每公布一个功能、一个参数或者一个价格之后这个台下都会响起这个此起彼伏的这个哇哇哇哇这种惊叹声，那就特别像这个竹知了。他不是说自己那个车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车嘛，所以就有人用同样的句式说这个竹知了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就是模仿他的语言风格，对吧？这句话不是一个什么调查报告，不是一个技术指控，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梗。但结果呢这个新浪科技2026年8月3日去报道说，多名博主声称自己的这个短视频被华为终端以损害商誉等理由投诉下架，有的甚至连文案都没有，就是只是展示这个竹知了这个玩具也被下架。那当然到现在为止，华为并没有公开的做出回应。我觉得我们当然不能断言说这是余承东本人下的命令，是吧？因为没有证据嘛。但是这个事情的荒诞性现在愈演愈烈。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一切的举动等于是华为在亲自的向公众表明说，他听懂了你们这个竹知了这个哇哇哇是在影射谁，对吧？其实原本如果华为不理会这个事儿，这个梗可能过几天就过去了，对吧？那你现在是用这种投诉机制什么的，等于就是你主动的对号入座了。是不是？因为原本只是一个很小众的范围或者赛道内，这些数码爱好者能听懂这个笑话，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了。那你现在华为想让这个竹知了停止发声，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先聊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企业做过同样的蠢事儿就是害怕普通人的这个批评讽刺是吧？那当然不是只有华为这么干过我们举4个案例给大家。第一个案例是麦当劳1990年的时候，麦当劳在英国起诉了2名普通的环保活动人士这个 Helen Steer 和这个 David Morris 他们干嘛呢？就是发传单批评麦当劳的传单里面内容涉及什么营养广告、劳工动物福利、环境问题等等。那麦当劳当时觉得自己拥有庞大的律师团队因为对方只是收入很低的普通人嘛，他就觉得只要这个诉讼压力足够大，就能逼迫对方道歉闭嘴。但这2个人一直拒绝道歉，这案件打了很多年，就成为英国司法史上持续时间极长的这个诽谤案之一那因此也获得了一个专属的称号，就叫麦当劳诽谤案。好，那麦当劳当时在英国这个诉讼中他获得了部分胜利但是这个在这个公共关系上，这个遭遇的是一场灾难因为原本只是很少数人知道的一些传单结果就被全世界去阅读和讨论。甚至2005年，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英国没有为这2名被告提供足够的法律援助
导致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这是案例一好，接着说案例二，这个雀巢曾经拍了一支这个就是有人模仿雀巢那个产品KitKat说叫绿色和平这个组织拍了2010年的时候拍了一个模仿这个产品的广告短片其实是在批评什么呢？就是雀巢你这个棕榈油的供应链和热带雨林破坏之间有没有关系？那雀巢首先选择的说，我不是说跟公众讨论一下我这个供应链有没有问题，而是呢，它以版权为由，然后要求 YouTube 删除这支影片。那这个组织绿色和平随后就把这个影片上传到其他平台了Twitter、Facebook 什么的继续。那雀巢就继续的试图让这个影片消失，结果这就变成了一个全球公关危机了。大量的网民涌入到雀巢的社交媒体页面，抵制、嘲讽持续扩散。这就是典型的叫史翠珊效应就是说一件本来传播有限的事情，因为权力试图掩盖它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可见度。就你越着急删，人们就越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这个八卦之心就起来，究竟怎么就让你这么害怕呢？好，案例三这个都乐公司的关于这个一个香蕉的纪录片的事情。2009年瑞典导演这个弗雷德里克·格尔滕拍摄了一个纪录片，就叫 Bananas， 讲述的是尼加拉瓜的香蕉园的这些工人针对都乐公司的诉讼。那都乐公司就认为你这个影片包含虚假内容，于是就开始起诉导演和制片方说他们诽谤，并且试图阻止这个影片传播。那这个其实这种诉讼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这个大企业去胜诉才可以，只要这个时间拖得久，它就可以耗尽这个对方你看，他是一个独立导演嘛，你的时间、金钱、精力都是有限的，你就会被这个大企业耗尽。那这类做法后来有一个专属名词，就叫 SLAPP 就是说针对公共参与的一种策略性的诉讼就是用昂贵的这个法律程序，使得这个批评者无法承担这个成本。那都乐后来是撤回了这个诉讼，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加州法院依据反这个 SLAPP 这个制度命令这个公司支付接近20万美元的律师费和诉讼成本。就这个制度传达的意思非常清楚了，就是你企业可以维护名誉，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诉讼当成一种风口工具，那你可能也会要付出代价。好，案例四就是美泰公司的美泰公司就是出这个芭比娃娃那公司1997年，Agua 这个乐队推出了一首歌曲就叫 Barbie Girl。那这个歌曲里边就把这个芭比娃娃塑造成了一个带有消费主义、性别刻板印象和成人暗示的这么一种流行文化符号。那这个芭比的生产商就这个美泰公司就很不满就起诉这个唱片公司说这个歌曲侵犯商标、损害品牌形象并且可能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歌曲获得了官方授权，就以这些理由去起诉它。那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院认为这首歌属于具有表达意义的戏仿作品并没有明确误导消费者。这个判决的结尾留下了一句后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建议双方都冷静一点所以一个真正强大的品牌，你得有被人开玩笑的能力，对吧？那我们看看就刚才说的这4个案例这些外国企业跟华为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就是他们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嘲讽本身当成一个必须要消灭的敌人。他们没有意识到，就是嘲讽的讽刺的力量，它并不完全来自这个作品本身也来自这个被嘲讽者你的反应，对吧？所以这个当然了，现在是这个逐之了，对吧？我们回到这个事情华为现在的反应就是告诉人们他听懂了，对吧？其实大企业最容易犯的公关错误就是把这种规模传播的这个规模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尊严，是吧？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法务能力当成是一种强大的说服力，对吧？他把这些东西帖子能删除账号能屏蔽，他把这种能力最后当成是社会对他的认同了。
但其实越强大的企业，你就越应该能容忍与你自身力量不成比例的批评，对吧？因为这些普通人，他没有什么发布会，没有公共预算，没有律师团队，只是一个笑话，一张图片啊，一个哇哇哇的声音，一个玩具。那当然了，也得说，华为和刚才这些案例啊，这些外国企业还有一点根本不同。啊，当然就是麦当劳啊、雀巢什么这些公司啊，它也会欺负普通人是吧？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你至少还存在一些外部的制衡，对吧？你被告可以在法院上公开的抗辩啊，媒体可以帮助去持续的报道啊。你影片你在 YouTube 放不了，你还可以去别的平台去放。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反这个 SLAPP 这个法律，对吧？可以惩罚这些滥用诉讼权利的这些企业，对不对？但是逐之了这个事情，对吧？就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安的，就是你企业投诉、平台治理与政治语境之间的这个边界非常的模糊，就是公众啊，你不知道，就你这一段内容为什么消失，到底是华为投诉的你，还是平台在主动的进行风控，是来自政府的监管压力，还是这几种力量叠加在一起？这是一种不透明，对吧？其实很多中国人不理解，就是你现在你发个逐之了啊，把你屏蔽了，你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你这个视频就被下架了啊？就这种不透明本身就是权利，那这是中国人必须明白的，这种不透明本身就是权利，是吧？华为它并不是一个这种普通的消费品牌啊，因为它长期被置于国家科技崛起、突破西方封锁、民族产业希望的这种叙事之中，对吧？你比如说2023年，路透社很多媒体去报道啊，就是中国部分中央机关和国有单位就要求员工不要在公共场所使用 iPhone 等外国的这个品牌设备，对吧？那有些指示是通过工作群和一些会议传达的，都没有什么公开的正式的文件，是吧？但是你看，对，替换成国有手机，这个政策本身就有利于华为，对吧？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说这是华为在背后政府去推动的，向政府下令，没有这个证据，对吧？但是在这个点上，我们其实要追问的就是为什么一家自称是普通民营企业的公司，但是和这个国家安全、政府采购啊、科技战争以及民族尊严深度绑定啊，它如此之深呢？为什么？对吧？就是很多人就不相信嘛，这就是你是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那过去还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啊，就举几个简单例子，比如2003年啊，思科起诉华为，对吧？啊，包括华为与这个 T-Mobile 的一个关于一个机器人的这个案件，是不是？那这个不细说了啊，大家都可以去查。你比如还有2019年啊，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这个陪审团又认定华为啊不当的取得了这个 CNEX 的商业秘密啊等等的这些事情。那同样包括2024年华为这个问界就这个汽车啊发生致命的碰撞并起火，是不是？你当然没有办法有证明啊，说是后面有华为亲自下令说啊，一键给我把不利于我的消息全删除啊，这现在拿不到证据。但是呢，你确实这每一个事情累加在一起，这么多年华为的所作所为，让人家非常的怀疑，对吧？最终就是你的不透明导致了公众会把你的每一次的这个事情去往这个最阴谋论的角度去猜测啊。那我们聊聊华为究竟算不算是普通民营企业，对吧？现在网上有两个传闻啊，一个传闻是说华为99%以上的股份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不准确的啊。华为的股份的构成，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这个传言是不准确的啊。那么第二个传闻就是说，华为的所有员工啊，所有持股员工啊，都是中共党员。那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实际的证据能够证明啊。也就是说，其实华为在法律形式上是一家民营企业，但是呢，在政治待遇、国家战略、政府采购、民族主义叙事之中，明显它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营企业，对吧？它有深度的连接。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去扒了。其实，究竟华为是个什么样的企业，大家都心知肚明，对吧？当然，我们要言之凿凿的就给出一个结论呢，我又得摆出很多的这个证据啊，目前是不充分的，好吧？大家就心里明白就行了。
那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这个竹知了这个事儿啊，会让这么多的，就我们片头放这个小视频啊，中国人都在玩这个梗，对吧？没有竹知了，它可以用别的这个物品产生这种声音声效上的节奏感，哇哇哇哇的，它也能玩这个梗。为什么？这个是很值得去分析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反抗的爽感啊。那因为它成本极低啊，风险呢相对低，对吧？参与的门槛也极低啊，但是对这种权威的羞辱效果极高啊，这就很有意思。因为你都不需要会写文字啊，我不需要写什么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对吧？我也不需要掌握专业的什么汽车界的知识或者芯片的知识，好去反驳你这个华为提供的每个参数，是吧？这些你都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上街，你也不需要游行啊，你也不需要加入什么组织，什么都不需要，你就可能花几块钱啊，连运费都包括了，买一个竹知了啊，转这个绳子，或者像刚才我手机上的这个链接，我一会儿放到这个节目的说明文字里啊，大家都可以拿手机，有人这个做的这个赛博朋克版的竹知了，这手机上就可以哇哇哇哇哇了，就是第一层爽感啊，这是参与程度低。因为过去普通人啊，你面对这么一家被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加持的巨型企业，你几乎没有对等的表达工具，对吧？华为可以开发布会，有媒体资源、法务团队啊，平台申诉通道，而且它还有成千上万的拥护者。那你可能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就一个账号，然后你就被封了，对吧？完全不对等。但是竹知了把这种不对等反转了。啊，那企业得投入数千亿的钱，对吧？普通人几块钱啊，对吧？一根绳子几块钱，但是传播效果上有可能这玩具反而占据上风。好，那第二层爽感就是它这个事情本身具有模糊性，因为这竹知了这个东西，哇哇哇，它没有说华为啊，没有说余承东啊，对吧？它就是一个声音。那你华为现在等于是自己对号入座了，对不对？这你一认真，好，这个笑话完全成立了。太厉害了，就是他不需要做任何的指控啊，他只需要让这个被讽刺者自己站出来认领。那第三层的爽感是说它没有一个中心化、去中心的，对吧？你这个文章可以被删啊，你这个账号可以封啊，甚至你这个博主都可以被约谈什么的，但是整个这个竹知了事件有总部吗？有什么领导人吗？对吧？不用，任何人都可以买啊，很简单就可以拍，很简单又可以发出来，你删不干净的，只要这个梗一直玩下去，对吧？这是一种完全分布式的这种戏仿啊，连组织者都不需要啊。那第四层的爽感就是你身份和地位的一个倒置啊。华为代表的是什么？国家战略啊，巨额的研发，宏大叙事。那竹知了代表了什么？乡村集市、儿童玩具啊，最原始的这种一个简单的结构，是吧？那这么一个小东西，几块钱可以让这个华为如此紧张，所以你看玩这个梗的所有的公众啊，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喜剧满足。现实生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多么不如意啊，但是这个事情让大家非常开心，对吧？而且会觉得啊，原来你华为不过如此，你没有像你宣传中的那么庞大、那么强大、那么不可撼动。因为这真的是想让人去发笑哈，因为民间讽刺啊的是一种最传统的力量啊，它不一定能够最终击败这个权力，对吧？但是它是可以让这个权力的神圣感荡然无存啊。好，还有第五层爽感啊，就是一种情绪补偿嘛，对吧？就是我觉得华为这种长期的夸张宣传民族主义的这种绑架，对吧？这种道德对这个消费者爱不爱国的道德审判啊，包括你这种傲慢的权利在全平台去删帖什么的，就给中国人积攒了长期的对华为的不满。那这个竹知了给了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出口啊，这大家都可以笑出来。我觉得有一个政治学者啊，叫詹姆斯·斯科特，他曾经就讨论过所谓弱者的武器嘛，和这个被支配者的这个隐藏话语，就是当公开对抗
成本过高的时候，人们就会使用这些笑话、暗语啊、装傻、讽刺和这个日常的不合作。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保持自己的尊严，对吧？这竹知了不是一场革命，对吧？也不是说这个全网就买了几万个这竹知了啊，就怎么样的，我就不用浪漫化这个反抗。那它的那个局限当然也有，对不对？它只能提供一个临时的啊这种爽感，是吧？然后可能下一轮热点来了，这个事情就会消散了。但是它能够释放压力，对吧？它建立不起一套反抗的制度，但是能够释放人们的压力，同时呢羞辱了这个权威，是吧？等于短暂的让自己觉得，哎，我好像参与了一种反抗，是吧？还是有意义的啊，不是说过一阵有个新的热点，这个事情过去了，它就没有意义，非常有意义。等于，它这个东西啊，哇哇哇哇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这个社会啊，就是积累了一种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或者大家一种经验，因为原本是分散的很多不满，但这一次呢，是大家所有的不满用这同一种声音发出来了啊！现在这很简单，这个哇哇哇哇就是不满，对吧？所以我觉得华为真正害怕的可能都不是竹知了了，对吧？都不是这个声音本身了，他当然害怕的是他自己这个企业神话被解除，是吧？你长期华为塑造的是一种，你们都需要仰视我，你不能调侃我，对吧？我代表什么中国科技，我代表民族希望，我反抗美国，我自主创新，我忍辱负重，就这一套叙事。过去你批评任何一款华为产品啊，都很容易被扣上帽子，说你不支持国产啊，你质疑它的任何一项技术参数，都说你是在配合西方打压，对吧？你嘲笑他这个余承东，嘲笑一场发布会，都直接这个上升说你是什么境外势力有组织的在搞舆论战。那这个幽默这个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去神圣化啊，摇几下竹知了，直接就把这个宏大的这个科技民族主义叙事就给打破了，对吧？你这一竹知了里边没有芯片吧？没有什么这个华为的那个操作系统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然后对吧？也没有什么卫星通信吧，也不是没有什么国家战略吧，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带根绳子就给它戳破了啊。最后聊聊就说你其实一个正常的企业，你应该怎么面对这种嘲讽啊？你当然企业有权利去保护自己的商标、专利和名誉啊。如果有人说真正捏造了事实啊，等等等等，你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戏仿啊和消费者对你的负面评价，这不等于虚假事实啊。你真正一个成熟的企业，你有更好的选择，对吧？你比如忽略这种网络上的笑话，生命周期很短的。那你一定要回应呢，你也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回应，对吧？我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推文，我就说，其实华为啊，就因为电动汽车它没有声音嘛，对吧？它没有发动机的声音。那当它在倒车的时候，为了提醒这个旁边的路人，它会配一个音效啊。你比如像特斯拉就是一种的一个声音啊。那我不知道，我没听过华为的汽车倒车的时候是什么声音。那你可以改成这个哇哇哇哇哇，是吧？改成竹知了这个声音，这是一种幽默嘛？就你不一定真的在产品上改，你可以发布这么一个片儿，你用一个很幽默的方式回应，其实比你现在的方式要好多了。当然了，你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公开的解释你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啊，比如有人质疑你的参数，你就去回应，你去解释什么的，这都是很好的办法，对吧？最坏的选择就是华为现在这样的选择，就是以你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然后追着这每一个小小的表达去打压，这是最坏的选择啊！因为你企业越强大，你对这个普通的人，甚至一个小竹知了的这种压制，你就越容易被人理解为你在滥权，对吧？你在心虚啊！因为品牌的尊严，我觉得可能华为真的不理解什么是品牌的尊严，不是让所有人闭嘴，对吧？而是说，即使有人嘲笑你，那你也不需要去证明你自己有多害怕。其实你说现在谁在掐住你的脖子呢？对吧？是这一个竹知了吗？啊，
这非常有意思。我觉得真正被掐住的是吧？是这个普通人，你说调侃这一家企业啊，质疑这一场宣传是吧？对你这个权利发出笑声。你现在是华为拿你自己的手去掐住了这个空间的脖子，所以竹知了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就是华为啊，就是你越想抓住这根绳子啊，就会有越多的人啊想要去把这个绳子啊摇起来，哇哇哇哇！好，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